Hello，兄弟们，我是有风。那作为一名创业者的话，创建一个实时通讯录，把我们想要的信息传达给我们的一个客户，创业成功非常关键的一步。有访客进入你的网站以后，那看到你的产品，那可能有的话，他可能觉得你的产品比较贵，那这个时候没有关系，留下他的一个电子邮箱，那这就是我们需要创建的一个实时通讯录。那只要他在这里留下他的邮箱以后的话，邮件给他发送一个，比如说优惠券，发送一个活动信息，可以让一个曾经进入你的网站并对你的产品感兴趣的人再一次触达他。然后我们潜在的买家可以通过你每周的话，只要他订阅了你的一个实时通讯，那你每周的话就可以跟他发送一个邮件简报，让他了解你的公司，那最终形成一个下单成交。那通过创建这样的一个网站，我们可以捕获我们的一个客户的一个电子邮件的一个地址。今天的话，有风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邮件订阅的平台叫做 Beehive 这个网站。那英文名字的话叫做 Newsletter， 它也是邮件营销的一种形式啊，类似于我们中国的一个微信公众账号。比如说你订阅了我的一个微信公众账号，那我每个星期或者说每天都可以给你推送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国外的话就比较流行这种实时通讯，就是一个邮件订阅。像这种邮件订阅的一个平台的很多，比如说还有这个 Mailroad， 还有这个 Substack， 还有这个Mailchimp。 只是说有风用下来的话，我觉得这个 Beehive 的话，它简单好用，而且功能的话非常的强大，特别适合比如说我们这些创作者或者一些个人品牌的一个创业者。本期视频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聊聊它的一个价格，它的一个功能，以及它一些不同的地方。有风也会实操演示给大家看后台的一个设置。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大概的一些功能。就是它提供了一个30天的一个免费的一个试用。第一步的话非常简单，第一步的话，比如说先创建我们这样一个页面，比如说我们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页面，这个页面的话也是用我们这个 Beehive 创建好的。那这里的话，有风给大家看3个案例。那比如说这个平台是一个关于一个比特币的一个平台，它这个平台用的系统的话就是这个 Beehive 的一个平台。只要有人比如说在这里的话填入了你的一个邮箱地址，或者说每个星期，那你就可以收到这个网站给你发送一些关于比特币的一些信息。这里还有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呢也是一样的，它也是用的 Beehive 的这个系统。只要你在这个网站里面填入了你的一个电子邮箱，并点击了这个方式订阅，你每天比如说你可以收到一些关于一些新闻类的一些关于商业的一些资讯，关于科技的一些资讯。其实这种页面的话，我们也不需要设计的太复杂，我们这里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就像有风这里简单设计的一个页面放在你的一个油管的一个描述里面。有人通过这个链接点进了以后留下他的邮箱，那你就知道他的一个邮箱号，你就可以给他发送一些邮件。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建立一个联系。比如这个比特币的网站，它是建立在一个网站之上的，那也可以。那我们也可以用这个 Beehive 连接到我们自己的一个网站。那就像这是它的一个网站。我们这里面的话，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文章资讯。这些文章资讯比如说它一旦被 Google 收录以后的话，它这个网站的话，那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一个客户进入它的一个首页，再次留下它的一个邮箱号。这样的话可以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第一次进来的话，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开始免费试用。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价格。我们价格的话，如果你按月付费要稍微贵一点，按年付费的话就是便宜点。当然了，免费的话也可以用，我们新手的话就从这个免费的开始。免费的话可以帮我们最高的话可以有2500个订阅，那可以装下2500个订阅，可以无限制的一个发送，有一个虚拟主机，还有一个自定义我们的一个新闻简报，还可以进行一个活动分析，还可以优化我们的一些发送信息。其实作为新手的话，我们刚开始从它这个0元开始就已经足够我们用了。我们点击这个从这个开始，它都提供了一个30天的一个免费的一个试用。那如果因为第一个的话是免费的，那我们就不需要给钱。如果你想用它，比如说你的订阅数达到了2500以上，那你就需要订阅它的一个会员了。那当时它都是提供了一个30天的一个试用。我们点击第一个吧，0元。这里的话填入你的一些信息你的一个名字，
啊，这里我们来随便填一下，啊，这里填入你的邮件的输入密码，点击开始。我这里的话，它叫我关闭我的 VPN。好，我们把我们的 VPN 关掉以后，我们再来创建。好，这里已经创建好了。它向我们的一个邮箱里面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我们要进去确认一下。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又要把我们的 VPN 打开，不然的话我们进不了我们的 Gmail 邮箱。然后我们点击这个验证一下。好，这里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些设置。第一个的话，你有经验；第二个，你是新手。那我们选这个吧，继续。这里的话，配置一下你的名字。这里还可以配置一下你的一个域名。这域名的话，你也可以用它的。那等一下的话，那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域名都没有问题。这里设置一些标签。你做什么类型的，你可以随便选一个嘛。点击一个继续。这里的话，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头像，也可以点击一下它，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头像的话传进来。还有点击一个继续。这里我们直接点击开始免费试用。这个时候就来到我们的一个后台。首先的话，我们需要设计一下我们的这个页面，因为我们这个订阅页面，我们首先需要收集一下我们的一个客户的一个邮件。你只有邮件信息以后，你才可以给他们发送相关的一些信息。你可以这个页面设置好以后，你可以把这个链接，比如说放在你的社交媒体的下面。有人点进来以后，留下他的邮箱以后，你这边的话就可以收到他的一个邮件地址。当然的话，你也可以导入。如果你在其他平台的话已经有这种电子邮件了，你可以直接导进来。我们点击这个导入，这里有个开始导入。开始导入的话，你可以把你的一个 Excel 文件的话直接传进来可以了。当然的话，你也可以手动粘贴，比如说把我们的邮件信息的话直接粘贴进来也可以。这里比如说你可以输入你的一个邮件信息，中间的话你用这种逗号隔开就可以了。因为只是演示，那有风的话，这里的话，我用 AI 来帮我们生成一些虚拟的一些信息。把这个提示语发送给他，我说帮我生成20个 Gmail 邮箱，中间用逗号给隔开。不要换行，不要数字。比如说这里就是他帮我生成的一些虚拟的一个邮箱号，不要重复。我直接复制一下，粘贴到这个地方来。这里点击一个导入，这里导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的话就被导入进来，这里可以显示导入的。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来开始设计一下我们的这个页面。也就是类似于它这样的页面，我们都可以来进行一个设计。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拉到最下面，这里有个设置。设置的话，这里的话，你可以先设置一下你的头像，比如说把你头像给传进来。这里的话，我们点击一个网站，点一下它。点击网站以后的话，我们这里可以来到我们的配置，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落地页面。这里可以设置我们的落地页、我们的一个首页、我们的一个其他页面都可以进行设置。这里的话可以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标题。我们的一个描述都可以设置。我们这个页面的一个标题，这个标题的话有时候可以设置，因为我们的 Google 可能会收录，你可以设置一下标题。下面的可以设置一下你的一些关键词的信息，你是做什么的，都可以设置一下。设置好以后点击保存。我们这里的话点击一个设计一个落地页，刷新一下，这边看不到。进来以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更改它一些内容，当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效果。就在这里我们点击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页面。只要有人通过这个页面进来，这里留下了他的邮箱，点击到这个订阅，那我就可以收集到他的一个邮箱号，我就可以给他发送一些邮件营销的信息。也可以每个星期就像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一样，每个星期给他推送一些文章，推送一些新闻推送一些关于你的一些营销信息都可以。这些内容的话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下更改。首先我们点击这上面顶部，比如说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背景颜色，我可以改成比如说改成蓝色。改了以后你这里可以点，它这边没显示，有时候可能是系统问题，我可以发布一下，你可以预览一下效果。你看更改以后右边的话我的背景颜色就变了，是吧？你不喜欢这个蓝色，我们把它改成白色吧，还是它又变回我的白色。后面的话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个背景，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一个背景的，我们也可以设置一下背景。我们现在背景什么都没有，那我们直接可以比如说把我们的背景图传进来，比如说我背景换个美女，点击发布。因为这边传进来它这边实时预览可能也没显示出来，我们可以
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背景是不是就设置好了？就可以像它这样设置一个背景。这背景的话，你可以好好的设计一下。有风这里只是举个例，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可以添加背景，你知道这个意思就可以了。你不想要，或者你想设置一下它的透明度，都可以。比如说透明度20%，要发布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改了透明度以后的一个效果。预览，看透明度是不是降低了？降低了20%，可能10%都可以。10%的话，透明度就会更低。不想要的话没有关系，你直接点击这个，直接把它删除就可以了。下面的话，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下，这里的话，右边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个图片。大家看一下，点击上传，比如说我就把这个美女传到右边，发布一下，来看一下效果。刷新一下，看是不是右边的话，我们也可以加一个图片，都没有问题，都可以设置。那你不需要的话，你可以直接把它删了的，也可以没有问题。发布一下，直接把它删除掉。好，我们再往下面走，我们可以设置一下。这里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一些信息，比如说 hello。好，来看一下它在哪里出现。好，还是发布一下，因为它这个档有时候它不会实时预览，得刷新一下，在新的页面看一下。看这个信息的话，就是加到这个地方。这个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就把它加；你不需要的话，你可以直接把它删除就可以。有风觉得的话，我们做这个页面的话，做简单一点就可以了。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比如它的一个字体啊、字号啊都可以。我们这个颜色我是有风这个颜色，我们可以改一下，可以改成，比如说改成白色。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字的话，它就变成一个白色了。我们这边的话都可以更改一下。这个字的话，我们可以改，这里都没有问题。字体啊，字体大小，你觉得这个太大的话，你可以把它稍微小一点的话发布，可以看一下啊。现在是不是字就变小了？下面的话，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下描述，我们也发布一下来看一下，刷新一下，这就是这个位置。描述的话，我们也可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颜色，比如说它这默认的话是黑色，看不清楚。我们可以，比如说你可以设成红色，或者设成蓝色都可以。设好以后的话，还是点一下发布，因为它有时候这个页面的话，它不是实时更新，我们只有发布以后来预览一下它的一个效果。这个时候是不是这里也设置好了？我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这个它的一个颜色，这个颜色的话，你想改成什么颜色都可以，比如说我改成黑色也没有问题。这个时候它就改成了黑色了，是吧？非常的简单。上面的字我们也可以改成订阅我们4个字，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话改成我们的一个订阅我们了，非常的简单。下面的话你可以加字，比如说我下面加个今天是星期天，发布一下。下面的话它就跑到这个地方来了，你都可以在里面加上很多信息。那有风觉得有些信息的话不需要搞那么复杂，就简单一点，就上面的一个几行字，再加上一个订阅，再加一个背景的话，我觉得就非常好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部分。我们接下来看到我们的一个客户感言这部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客户感言这部分的功能打开。比如说我们这里可以增加一个感言信，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上传一张我们客户的一个，比如说我们的客户的一张图片。图片的话，前期的话有风给大家分享一个工具，这个的话它可以实时帮我们生成一张，用 AI 的形式帮我们生成一张类似于真人的一个图片。这里，我们这里可以选择，比如他的性别，我们选择一个女，年纪，比如说我选择一个25到35，然后他的是亚洲人、黑人、白人都可以选。这里选择一个，刷新一下，等一下它系统的话就可以帮我们生成一个，用 AI 的形式生成一个真人的一个照片，类似于真人。你看这个已经生好了。那这上面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国家，选择我们的语言，可以比如说我选择一个中国。性别，比如女，这里也可以选亚洲人刷新一下，这是它帮我们生成出来的一个人的一个头像。你觉得这个好，你可以把它保存下来。可以点击这个下载，也可以把这张图片的话给下来，点击下载，这里好来下载下来了。下载下来以后的话，我们可以回到我们这个 Beehive 页面，把我们刚才这个头像的话给传进来。比如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客户，他是哪个公司的一个 CEO， 你这里都可以随便填一下。这里比如说他觉得我们这个怎么样，你都可以填。这些的话，我们可以要 AI 来帮我生成一份感谢信。需要包含名字、职务以及感谢的话，比如说我做的是旅游行业，这里写好了。比如说我这是随便写了一个，复制一下它，
再回到我的这个地方，点击一个创建。好，我们这里发布来看一下。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好，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其他人说一说，比如说他是哪个公司的 CEO， 他的名字，他的感谢信，那这里面的话就加进来了。你觉得有必要的话，你就可以设置一个。你也可以增加多个，比如说增加2个、3个，那都没有问题。你也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它的一个颜色啊、字体啊，这下面这些都可以设置一下。再来看下一个。我们还可以显示一些，比如说精选的文章，就像这个网站，它里面有很多的文章，那我们也可以在我们这个里面来显示文章。其实的话，你的网站里面需要有文章，你可以把这个区域给打开，那这里选择一个你要显示文章，我们现在没有它就显示不出来。还有个允许，比如说加在一个封面图，比如说允许它加在这个封面图，都可以把它设置起来。怎么对齐，这里都可以改。比如说我们发布一下来看一下下面的话就是有些精选文章，只是我们现在没有文章，所以说它这里它不会显示。那这里名字我们也可以改，精选文章发布。上面的话我们也可以改一下，客户感言，其他人怎么说，你这些都可以改。我们来看一下其他人怎么说是吧？这里精选文章都有了。再往下面走最后有一个常见问题。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个常见问题的显示这个区域，往下面拉。这里比如说常见问题的话，你这里可以增加一些常见问题，比如说多久给我发，比如说1个星期会给我发几条消息。好，这里的话就是我们设置好的，比如说常见问题，我点击一个增加。点击一个发布，好，我们来刷新一下，看这里是不是常见问题，1个星期我们会发几条，点一下它，下面就会进行一个显示。这个的话你可以用 AI 来帮你写没有问题，请帮我生成几条常见问题。我把这个提示发上了，我说你现在是一名 newsletter 的专家，请帮我写几条关于一个 newsletter 的一个常见问题。这里比如说为什么我应该订阅你这个新闻邮件订阅为什么需要订阅你的一个邮件订阅？这里继续可以点击一个增加，可以复制一下它，点击一个增加，这里还可以增加，比如说怎么样确保比如说怎么样取消这个邮件订阅，我们都可以粘贴进来。所以我们还可以增加如何构建的，这些的话你都可以根据你的行业，你去叫 GPT 帮你生成一些对应的就可以了。我这里有几条了，我点击发布。我们再来我们的首页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常见问题。你看我点一下它都会进行一个显示非常的方便。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设计邮件订阅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页面。这个页面的话，有朋友觉得不需要搞得太复杂，如果是我的话，我就直接放上面的就可以了。下面的话再来一个常见问题，就是访客他可能有一些基本的问题，他可能想知道，我们在下面解决他的一些简单问题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个链接的地址的话放在比如说你的一个油管视频的一个下方，有人通过这个链接，或者有人通过这个链接进入了这个页面，留下了他的一个邮箱，那我们就可以给他发送一些邮件营销的一些活动。好，这里这个页面你设计好，你可以直接点击一个退出，然后我们这里点击返回。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教大家怎么样写我们的一个新闻稿。你已经有，比如说我这里已经有订阅我的邮件订阅里面已经有人了，我现在要给他们发送一些消息，给他发送一些邮件活动，我们怎么做呢？我直接点击这个开始写。那右边的话，这里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我们的一个主标题、副标题，比如说关于 AI 的未来。在副标题在下面比如说是副标题，这里的话可以显示一下作者，也可以选择一下作者，有作者是有风，我就选一下他这里的话你也可以选择一个比如说特邀的一些作者，哪个是特邀作者，你可以这里增加一些比如说特邀的一些作者进来都可以。这里的话可以显示的时间，
可以显示着。那这里的话，你可以预览，这里可以发送测试，这可以保存模板，这里可以定时的一个发送。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邮箱，邮箱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创建一个 A/B 测试。A/B 测试的话，我们可以测试一下，比如说我的这个标题还有另外一个标题，我们来测一下，比如说它哪个标题的打开率比较高，那我们可以这里进行一个A/B 测试，你这里可以增加一个 A、B、C， 它最多可以写3个标题。我们来测一下，肯定看这3个标题哪一个标题的打开率更高。最后的话，这个 Beehive 啊，它会给我们的一个数据。那这里的话，它会要求你要不要显示一些社交媒体的一些按钮在上面，你可以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第3个网址。那这里的话可以填入一下我们这个网址，那这个后面的话你可以看到，这就是它的这串地址。这个地址的话，我们的网址可以稍微更改一下，就是我们这篇通讯稿的一个地址，我们可以改一下。比如说，你看我们改成一个温迪，它的后面的话，网址的后面它就会变成一个温迪。一旦我们发送以后，你这里要不要有一个，比如说封面图？你的这篇文章要不要有封面图？要的话，你可以选择一张封面图，那你可以直接上传进来就可以，上传你的封面图进来就可以了。第3个就是 SEO， 你这篇发出去的文章的话，它就是你这篇文章还可以被我们的 Google 收录，你可以写一下它的一个标题，比如说，看这就是标题。标题的话，如果你写不好的话，你可以比如说交给 AI 的话来帮你写的可以。这里的话可以有个发送，对吧？发送给哪些人？比如说发送给所有的我的8个人，我这篇通讯稿，比如说左边等一下我写完了，那我直接可以发送给所有人，直接点击下面这个发送就可以了。这里的话我可以选择发送给下面的话，比如说我还可以排除给哪些人我不发，我可以排除一些，这里可以管理一下这个区域。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排除，比如说我有些通讯稿里面的人我不想给他发，那我们可以排除一下他。那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来增加一下，把他的一些相关信息导进来，增加我们的这个订阅者的一个邮件进来就可以了。那左边呢，比如说我们来写一个关于 AI 的一个通讯，比如说你对 AI 感兴趣，那就像这个网站，它比如说你对这个比特币感兴趣，可以来写一个关于比特币的一个新闻稿，也就是一个就像我们的一个微信公众账号一样，你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的文章，我们可以来写好以后的话，就可以发送给订阅过我们的所有的这些邮件订阅的人。我可以叫，比如说你自己不会写，我们可以交给 AI 来帮你写。我说假如你现在是一名 newsletter 专家，帮我写一篇关于 AI 的一个 newsletter， 那现在的话 AI 的话现在速度非常快，它很快的话就可以帮我们写好一篇文章，强烈建议大家去使用一下。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复制一下它的一个标题，把它粘贴到这个地方来。然后下面的话，比如说是我们的一些文章的一些内容，我们可以直接复制一下，直接粘贴进来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的一篇文章大概就写好了。当然里面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一些东西，里面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加图片之类的。我们点一个斜杠，打一个这样一个斜杠，看到没有？里面可以加非常多。我们可以加列表啊，加数字列表啊，加符号列表，加一些按钮，加图片啊，加这些都可以，加表格啊，那等等。比如说我们可以加一个列表的1、2、3，是吧？相关的信息都可以加。再打个斜杠，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加个按钮进来也可以。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一个按钮的一个形式，比如说订阅按钮。阅读、在线阅读分享这些都可以，你看这里面的都可以加。这个上面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加上一个链接，你可以把你的链接的话放在这里面就可以了。比如说我还可以自定一些链接，也可以打个斜杠，比如说第3个是按钮，我选择第1个自定义，这里比如说点击查看，这样的话我们还可以点击查看以后，我们可以给它来一个链接，比如说它就可以进行一个跳转了，把我们的链接粘贴进来就可以了。这个时候他再点这个链接的话，它就会进行一个跳转。还有比如说我们打一个斜杠，后面的话我们可以加入图片也可以。图片呢，我们可以上传一张我们电脑上的一个图片，比如说我们上传一张美女的图片进来，那你也可以上传一些比如说关于 AI 的图片进来都可以。这里我们的美女图片就加进来了 AI 美女，你看这样的话我们里面还可以加图片，里面可以加太多东西了。再来，比如说再打个斜杠，你也可以加一条线都可以。看这里这条线就加进来了。
还可以加，我们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加个加标题，比如也可以 AI 这样就可以加一个标题啊，这样也可以，还可以加，比如说我们还可以把我们的一个油管的一个视频也加进来也没有问题，它可以嵌入，比如说我加入我的油管的一个视频，这时候我们来到我们的油管，把我们的复制一下我们的视频的一个链接，把它粘贴进来，按下回车。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话，我们的视频的话就加进来了。我们可以预览一下AI 的未来，比如说，你看我们刚才加的这些东西，你看视频是不是也加进来了？非常的方便。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邮件的一个，这就是我们每周，比如说他订阅我们以后，我们可以给他这些文章的话，我们都可以给他发。比如说他的手机上看到的一个效果，也可以看一下，这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的一个微信公众账号显示的一个效果？只不过在国外的话，变成了一个邮件订阅的形式，每个星期给他发送一篇这样的文章。看，这就是你看有我们的一个视频，对吧？那这里如果是你是他的付费会员的话，你看你还可以直接用 AI 的话帮你生成一个图片都没有问题。那这里的话，你写一个提示语，比如说我们要生成一条小狗来试一下，看它行不行是不是他用他的 AI 帮我们生成了一条小狗？我觉得它里面这功能还多强大的，好像它里面直接内置的也可以直接用 AI 帮我们写，比如这里 AI 写作。描述一下你想让他写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帮我写一下关于 AI 的东西，点击一下生成文本，看这就是他帮我们写的关于 AI 的一篇文章都可以，直接可以点击这个插入进来就可以了。这里这小狗的话，点击插入就可以直接插进来。现在有了 AI 的帮助，现在这些网站基本上都带有这种 AI 的一些功能，我们直接就可以调用。这里的话，你觉得你这个写的可以，你可以把它保存成这样一个模板，保存成你的一个模板，保存预览，这个就帮我们刚才随便写的一篇新闻的一个通信稿，我们直接可以点击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写的这里都可以直接看。它左边的话还有一些功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刚才这里面还有一个功能，我觉得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可以在里面加入一些推荐功能。我们点击这个编辑，比如说你还可以让你的一个读者的话，把你这篇文章的话推荐给别人，那一个都是他推荐的话，而且有奖励。这个功能的话，就是这个 Beehive 特有的一个功能。我们点击这个斜杠，这里一个再给大家看一个，就是一个推荐系统。它可以点击这里分享，分享以后呢，还可以获得一些奖励。你可以设置一下奖励，比如说你帮我推荐了这篇文章给你的朋友，那你可以获得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奖励？那比如说你可以点击这里进行一个分享，是吧？我们直接可以点击它，你这篇文章全部弄好以后，那你就可以直接发布了，直接点击这个发布。那你可以点击这个，比如说马上发布，那你的订阅者里面的话，那基本上他马上就可以收到你刚才的信息，也可以定时发布都没有问题。在这里点击这个 Grow， 这里的话就可以显示我们刚才这个推荐系统。那比如说有多少访客他推荐了多少人进入了我们他推荐了多少人来看我们的这篇文章，推荐进来的人又有多少人又进行了邮件订阅了我们，这里都可以看下面的话，这里还有个获利赚钱，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广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 Audience， 就是订阅，这里的话可以显示我们所有的我们的一个邮件订阅的一些邮件信息。那这里的话，你可以对他们进行一个分类，创建一个分类。这是比如说对我们感兴趣的一些人，这个的话，比如说是潜在的一些买家，我们都可以分一下类。这里的话有一个民意调查，我们可以在里面创建一些调查。这里的你可以给你的一个通讯录里面的一些人的话发送一个调查信息，比如说你要调查一些，比如说关于品牌的一些信息，你就可以发送一个民意调查。这里的话可以有一些订阅的一些数据，它这里会显示出来。这里有个分析，这里可以分析一下你的一个邮件订阅的一些信息，这里面都可以显示出来，有多少人打开了，有多少人取消订阅了等等，有多少人比如说报告你这个是一个垃圾信息这里都会显示出来。这里有个钱包，这里可以显示你里面有多少钱。这里的话就可以查看你的站点，我们可以查看站点，就是我们刚才设计好的一个站点。好了，这就是本期有风介绍给大家这个 Beehive 的一些功能。那有风觉得最好用的就是它的这个功能，我们可以
设置好这个页面的，把这个页面的话放在我们的一个视频描述下方或者说放在我们直接和我们的网站相连，直接变成我们的网站。有人通过这个地方输入他的邮件，订阅了我们的一个消息，我们在我们的后台的话就可以收到他的邮箱号的话，我们就可以每个星期就像我们微信公众账号的文章一样，每个星期的话给他推送一些文章可以促成比如说我们的品牌的曝光，可以促成我们的一个商品，可以发送我们的商品的一些优惠信息等等等等等，可以和你的粉丝的联系起来的话等等。希望有风本期的分享的话对你有所帮助。我是有风，我这个频道主要分享的是一些关于一些网络营销工具的一些使用。如果你在做网上的一些生意想学习一些新的工具，可以关注有风这个频道。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有风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交流一下。本期用到的所有工具链接的话，有风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最好打开链接，跟着有风一起来实操一下。有时候你看着有风操作一遍觉得很难，我建议你的话，你也去自己亲手的操作一遍。操作一遍以后的话，你就会非常非常的熟悉了。